画一下这一朵吧，画一下这一朵，给大家分解一下啊，分解一下这一朵花。好，我们这个笔肚上还是要有底色啊，然后把这个底色沉淀了，我们再把它调和一下。调底色不要调太干了，调太干了你会画不动，要干湿合适。太稀了水分又太大了，太干了，然后你会感觉有点干，有点走不动，所以要干湿合适。就像我说的，像纯牛奶，你初学者可以稍微的干一点点，因为初学者很容易掌控不好水分。你调了之后，轻轻的笔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然后在调色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。我们刚开始是先画这个反瓣，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分解一下这朵花啊，来分解一下这朵花。大家看一下这一朵花的姿态、形状。来分解的时候，我把这朵花拿出来啊，放过来。这朵花它基本上呈一个碗状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碗状。假如说它是一个碗，这里是一个花心，那它的花瓣呢？它这里这些花瓣，这边的花瓣都是往里面包，这个两侧的花瓣也是这样子往这边包，上面也往上面包，然后这边它呈这样子一个姿态，它没有。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半开的，还没有盛开的，它也是一个包起来的，然后偶尔会跳出几个花瓣，偶尔两边哪里跳出几个花瓣，你看它的一个姿态，它就是这样子一层层的，像一个碗一样的啊，像一个碗一样的这样子去包起来。没有什么1层2层，它不像一个正面的。如果我们画一个正面的，它就很能体现我们这个层次感。但这个是一个，它没有一朵花，它就是一个半朵，就是一个半开的。然后它都是正反瓣的组合，你最开始就是画这一部分，画中间这个从你包的，可能画个2、3层。1层、2层、3层，画个3层，然后画这个侧面的这种侧面的花瓣，这边也画几个侧面的花瓣，两边的侧瓣不一样，上面的我们就直接画正瓣，把所有的侧瓣，把这些画出来这些侧瓣里面的这个正瓣把它补上去，这朵花它就完成了。那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花瓣吧。花瓣来调色的时候，假如说我们这个是第一部分，1、2、3，好吧，1、2、3。那我们首先要画第一部分的这个背面朝我们的反瓣，它背着朝我们的反瓣。那这个颜色是比较浅一点，我们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曙红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啊，蘸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画这个背面的这个反瓣，就直接一笔过去，这里来一笔，然后这边可以再加一笔，你可以加长一点哈，加短一点都可以，3笔来组成一个花瓣。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花瓣，那背面朝我们的花瓣，那1笔、2笔、3笔。就这样子画，基本上3笔画一个花瓣。那你不用画的太规矩，也不用太圆。你看我画的花瓣，我特意不要把它画的太圆，看到没？它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，这样子画出来这整朵花，它才会灵动，才会好看。有的时候你这缺口的地方，你可以这样子回一下笔啊，轻轻的回一下笔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背面朝我们的花瓣。那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，就是第一部分就是画这种花瓣了。这个第一个地方，第一个箭头这里，这是画的第一个花瓣。那我们这些花瓣中间上面还可以再叠加层次。你上面叠加层次的时候，你往这里叠啊，叠的时候你不要一样大。你看这个
这个花瓣它是这么宽，你这个就要窄一点，不要一样大，不要太平均了，而且避免一层一层的像鱼鳞，要错开。你看这个从这里长，那这个我们又从这上面再长一层的话，我们又跟这个错开，又更小一点哈，更小一点啊，这样子错开去夹这个花瓣，不要直接两边平均的一层一层的去夹，这样子夹就不好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第一部分的这个花瓣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部分这个花瓣，第二部分这个花瓣，这个是第一啊。第二还是一样，我们先调色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，再比到1/2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。第二部分这个花瓣，我们画这个侧瓣。那第二个，你看这朵花，你观察一下，它这边的这个侧瓣是比较小的，小的侧瓣你就这样子画，带一点勾。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下拖一点，这样子就可以画一个小的侧瓣了。那各种各样形状小的侧瓣，你可以在这里哪里你再去画一个，可以这个稍微的宽一点，可以稍微宽一点。那你从这里再可以长一个，那短一点，更小一点。长短有变化，你看画这些侧瓣的时候，你都要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切口，不要把它画的太圆了啊，不要像这样子太圆了。那像这样子太圆了，它整朵花组织起来，它就没有失去了这种灵动感。好，这个是这个侧面的花瓣啊，那你可以在这下面有不同的这个角度，这里再加一个，你不要全部齐的哈，这个反瓣你不要全部齐沙沙的去加，你要有错落感，这样子去添加这个反瓣。好，这个是第二部分的，这个是第二部分的花瓣。那第三呢？好，我们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去加这个底色，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加太多了啊，加太多了水分就大了。就是大家最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初学者最难的就是调色和控制水分，这个要自己多练，多去感受，多去感觉，才能够去掌握好的。不是说我在直播间讲的已经很清楚，但是你要去感觉，去感受，慢慢调，慢慢去尝试。加一点曙红，然后画这边第三部分的这个花瓣。那第三部分它也是侧瓣，其实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，跟第二边的这个花瓣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画起来不能画成一样的，我们要画出有区别的，那就要大一些，比这个侧瓣要大一些的侧瓣。那这个大一些的侧瓣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这种你看它跟这个花瓣它一样的是侧面的花瓣。给大家打一下比方，你看这个我这个手这样子，它就是这个花瓣是背面的，这个花瓣它就是这个形状欧起来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手背面的，然后这个呢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这个面侧起来可以看到正瓣的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就侧多一点，这个侧面的看的多一点，这个正面的看少一点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好吧？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好，这个是第三部分这个花瓣，第三部分这个花瓣也是一样哈，你可以这个是平一点，再往上一点的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些。你看像这样子3笔组成，你可以直接一笔画完也可以，那越到上面会有一些更小一些的，更小一点的也是一样的，这样子去一笔下去。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像这个反瓣就这么画就可以。这个是第三部分的这个花瓣。那后面还有一些什么花瓣呢？还有一些正瓣、正反瓣的组合来画一下，来给大家画一下正反瓣的组合。那这里已经没空间了，我重新画吧。这个地方
本来可以在这里画的啊。调色，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曙红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有正反半的组合，先画一些这种反半啊，反半，小小的，有大有小，然后又往这边伸，来一点这个这边的对面的水分有点大，来这个反半我们可以大一点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我们来一个正反半的组合。这个反半我不是画的特别那个，画的有点短，因为这个纸这里有点位置不够。那我们补正半，补正半的时候，你把这个颜色调多一些，调饱满一些，调多一点颜色，让颜色饱满。笔尖还要蘸这个胭脂。拿补正半的时候你看这两个反半啊，这两个反半我们可以直接从里面补一个正半，让它成为一个花瓣。你看这是不是感觉就是一个花瓣，它包起来了，是不是一个花瓣了？对吧？这样子补它就是一个花瓣，然后再补充颜色。补颜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，由深到浅啊。然后从这个缺口，两个反半中间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这样子去画，这样去补。你看这样补出来，把它包过来，然后这一个缺口补一笔之后，就补一个，还接的太小了，我们可以再补一个层次，再来一个层次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把这个根部用最深的，颜色都干了啊。好，你看这里，如果说你这样子补，可能这里有点奇怪哈，这一斜的，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加一个大花瓣。这就是一组了，这就是一组花瓣了。这笔太干了，所以这个花瓣都画不过来。那你看这里来一个正半，你后面可以这个反半也可以后画，先画这个正半，再画这个反半也可以。那我这一笔的颜色就没有调匀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太深了，这里一下子就浅了，没有过渡好，没有自然的过渡。这个就是正反半的这个组合，怎么画这个有正半有反半，怎么去加的这种组合。好，我们这个就分析这么多了，然后我们开始把这朵花把这些花瓣来组成一朵花了。我们现在把这朵花瓣组成一朵花了。好，我们开始画啊，开始画。蘸了底色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。来，开始画。一笔。这样子直接画一个这个背面的，就是这个背面的这个花瓣。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。来，我们再来这里，再来叠加，往上再叠加这个花瓣。笔尖要补充一点点深色啊！你看这个笔尖没有深色的话，它就没有这个颜色的层次了。啊，这一个层次，
这个是第2层，我们这上面再来加1层，来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曙红。好，我们不知道画多大，你可以这样子一笔一笔的慢慢去画。那这里又一个层次了，来再来1层，要有穿插，有更小的层次啊，有这种穿插和叠加的这种层次感。那有这么小，那还有更小的，还有这么小的这一层。好吧，我们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部分的花瓣了。那这个缺口啊深一点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花瓣。那我们现在要画这两侧的侧面的花瓣。好，我们开始画这个侧面的了。如果说你的笔上水分多了，你这样子去沾掉哈，这样子去沾掉，要保持这个笔上不要太多的这个水分。好了，画这个侧面的花瓣。从这里开始啊，这个笔调好，一定要调好。按下去，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子来一个侧面的反瓣、侧瓣，在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后面再来一个。那后面来一个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再瘦一点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来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。那么这边可以来一个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按下去，那让它宽一点的，是吧？让它宽一点的。你画的时候，你笔要有动作，按下去要往上提一下。有这种提的这种动作，让这个花瓣有这种缺口，看到没有？不要一笔直接就这样过去，就显得太圆了。当然，我们画了一个花瓣之后，笔尖就要稍微的补充一点点这个深色的。如果有笔尖没有深色，你这个花瓣就是平的了，没有这种深浅变化。笔尖有深色这个花瓣才会由深到浅的这种过渡。好，那这个排齐了，那我们要从中间再来一些打破的。这种小小的，那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，这个一样的，小的后面还有更小的。好，这个下面再来一个啊。颜色不够，水分也不够，当然还是想把这一个先画了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有一些这种变化，你看这种缺口，这种姿态，不要画的太生硬了。我们画这些花瓣不要画的太生硬，所以我们画这朵花就是先把这些框架都打好。这里本来还想加一个，想着还是不加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一边，这个第3部分的。第3部分，好，是我们蘸一点底色，来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蘸太多了。来把这个还是调这个玫瑰红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如果你调的时候，你画的时候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初学者你掌握不好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如果觉得水分太大了，你就沾掉一下，这样子慢慢去控水，好不好？你们要这样子慢慢去控水，不要新初学者，你不要直接画上去，你可以拿废纸上先试一下，试的水分多了，你就直接蘸掉一点点嘛，然后再去调笔尖上的这个深色，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然后来画出这个侧面的花瓣。按下去，
提起来，然后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子就拖出一个侧面的滑瓣。你要拖的不够尖，你再拖一下啊，再拖一下也可以。好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。来这边再来一层，再来一层就要小一点了啊，按下。那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层次，笔尖要补充这个深色。那么这边的还要继续往里面啊，往里包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下拖一下。这个更小一点点。这个还是在画这个侧面的滑瓣。那有这种小的，我们就要画一个大的，老师框架就不好打了。所以说就是刚刚都有分解这朵花怎么样去画，这样子这么仔细的分解出来，这个就是靠你前期你就靠这样临摹。每一个画画的画家前期都是要靠临摹，前期没办法自己创作，一定要临摹。你前期你就按照我这样子一笔一笔的去画，多练。这里偶尔来一个这种小反瓣啊，偶尔来一个小反瓣，不要太多了，来一个小小的反瓣。那这个框架就打好了，就这样子。你前期你不知道怎么画，你就对着这个花1比1的去画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框架，这个所有的反瓣都已经画好了。所有的反瓣画好之后，我们再补充正瓣。待会儿我给大家画一个绣球型的，好不好？底色是放了胭脂，底色有放胭脂，底色里面是有胭脂和3绿一起的，有胭脂和3绿一起。好，调色，我们再来补充正瓣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调色颜色调多一点啊。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，好像笔有点干，颜色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要加颜色。那补充正瓣，我们从这个可以从这个上面这里开始补啊。这个心我们先留着，不管它。然后把这个正瓣这里补出来，然后这些从这些缺口里面去补。啊，这样子补一个正瓣出来，补一个出来，后面还可以再补一些层次。我们补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笔可以不用加底色，直接加水啊。因为我们补正瓣的时候颜色要深一些，所以直接加水。这个玫瑰红没有了，再挤点出来。我们想要颜色深就不要底色，我们反瓣的时候颜色浅，它肯定是要底色的，但是深色的时候就不用底色了。把这个颜色调饱满。那如果说水分多了，你看现在我就觉得水分太多了，你就沾掉一点点。如果你一调的时候，这个水就已经鼓起来了，那肯定是水分太多了，加的水太多了，那你就沾掉一点点。这个就是
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这样子去尝试啊。水分多了你就把它蘸掉，水分少了你就再去补充，就是去尝试，去多尝试。没有这个具体的数字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学题，没办法像做数学题一样的这个水分，它要靠自己多练、多尝试、多去感觉。好，再去调这个曙红，颜色一定要这个笔一定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，这个颜色才会由深到浅的均匀。然后你这些颜色调的够多了，你再去调这个胭脂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灰。如果你的笔里面直接有那个太白，你去调这个胭脂的话，它就会灰。好，直接把这个补充起来。那像这个缺口里面来点深的，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反瓣是吧？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反瓣，来再补充一点颜色。我们基本上画了一个花瓣之后，就稍微的补充一点颜色了，把这一个补一下。这里补充一个，你看这里补充一个，这个缺口还没有齐啊，这个缺口还没有平，我们这里可以再补一个。再补一个小小的，让它多一个层次，这样是不是显得多一个层次了？然后笔上再补充一些颜色。你看这个有把所有的这个反瓣画好之后，你再去补这个正瓣，是不是特别简单了？就是我们要想画的美，画的精致，那确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。那这边继续补，这里补了一个之后，我们可以再补一个层次。好，这里让它显得层次特别多，特别丰富。这一边已经补完了，然后我们再补这一边。我们这个实物它都是只是一个参照物，我们画的时候肯定不可能说跟它画的一模一样，1比1的，它只是一个参照物而已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画国画，我们按照这个实物去写生，也不一定说要跟这个实物画的一模一样。来去补充，像这些缺口里面直接填上这个深色的。这个在这里挡住。这个小小的反瓣里面也要画出它的这个层次感。好，这一个往上包过来。看这些花瓣，笔尖补充一点深色。好，这个花瓣又稍微大一点。你看这个花瓣，你补充它这个缺口，即使是一样大，你在补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花瓣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你可以一个大一个小，一个小一个大，这样子去参差这个大小变化。好，这个笔上没有水分的，你可以再补充一点水分。我们先开始就把这些缺口都去补，大胆的补。你不要现在不用看花的外形，也不用看上面是不是齐了。因为我们到后面还会去调整，你看你刚才补了水之后，你就直接沾掉一点水分，你旁边一定要准备一个废纸啊！大家控制水分的时候，一定要准备一个废纸，就是水分多了你就沾掉一点，最好就是先沾掉一点点再去画。好，这个反瓣我们要补上。
好，这一补上了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也补上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，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一点点，从这边伸出来一点点。还有这些缺口啊，这些缺口。那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补充一个花瓣。那么补完之后，这些所有的反瓣是不是都补完了？补完之后，我们就看外形了，看一下外形。外形如果不好的，太平了，我们再去调整。好，那我们补外形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外面的这一层，我们稍微的颜色浅一点，就不加水了，就加底色了。加底色，继续调色。稍微的笔尖加一点点胭脂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，我们在这里来补充一个花瓣啊。这里来补充一层花瓣，可以有的时候点一下，让这个花瓣显得碎一点点，不至于让花瓣那么圆，边缘不要让它显得太圆了。那这里加一层花瓣啊，让它层次会显得更多一些。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这个花瓣的层次已经够多够丰富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再来一个。这边让它大一点点。这边这个花瓣要是颜色更浅一点就更好。我们这样子切一笔，感觉它有一个正反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基本上我们就画这么多。然后我们在这个花苞，我们就要跳出来两个，这个大花瓣要显得特别大，让它的对比关系特别强烈，大的让它特别大。好，我们蘸一点底色啊，蘸一点底色，蘸底色调色。首先我们下面这个花瓣，其实我们正常画的时候，里面这个底色还要再调深一点，让它这个颜色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三绿进来啊，把这个底色再变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呢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哈，还是一样的调色，只是底色稍微深一点，然后调色还是一样的，3种颜色轮流调。然后我们这里来一个特大的花瓣啊，大花瓣我们把笔要顺下去，这样子去滚啊，滚的时候要有提按的这种动作啊。你看一笔滚过来，这个笔上的颜色都没有了，我们还要加一点颜色。
好，把这个花瓣再加大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花苞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既然是一个花苞，我们继续画也可以。继续画它会成为一朵大花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画这种花苞，因为各种各样的花都有，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是画这种盛开的花嘛，是吧？来这里加一个反瓣，让这里均匀，让这里这个缺口不要太奇怪了，所以这里加一笔。来把这个中间的好，我们这一朵已经画完了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叶子啊，来画一下这个花托。这个花托可以画大一点啊，然后有一点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可以再伸出来一个，这里掉出来一个，画一点点，稍微的画一点点枝干，稍微的画一点点枝干。我们就稍微的画一点点枝干，衬托一下就好了。今天主要还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画两组这个嫩叶。嫩叶也是一样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那这个叶子要有小有大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有穿插。有这种翻展过来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一组叶子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来画这一组，这个小嫩叶我们就可以画小一点点，这里画大一点。这一组的话，我们不用画满组，不用画整组，就画这个小组合3片叶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小的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勾一下叶筋，用这个胭脂，嫩叶直接用胭脂来勾啊。好，我们来勾一下叶筋，每一片叶子上勾个最多5笔，有的时候2、3笔、3、4笔都可以，不需要勾的太多了。这个小花萼上也勾一下。勾叶筋就用这个胭脂勾。
不需要勾得太深了，太深了会太跳了，太明显了也不好看。你看，像这些叶子勾个2、3笔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画一下花心，点一下花心。这个花心是我已经调好了，就是这个藤黄和太白1:2的调和，藤黄是1，太白是2。这个是一个半开的花，所以我们就随意的点几颗这个花心就可以啦。那这一个半开的花苞就这样子完成。